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扣码电竞。伴随着 LPL、LCK 这两个 S 赛最大竞争对手种子队伍的出炉，近日，关于两个赛区共8支种子队伍的相似度，成为了不少网友们讨论的焦点。那么，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LPL、LCK 这两个赛区的种子队伍都有哪些比较有趣的相似点吧。JDG 毫无疑问是这个赛季 LPL 独一档的队伍，在迎来了 Knight、Ruler 后。OM 的执教能力显然是将这2名顶尖双 C 的潜力开发到了最大值。Knight 开始变得更加团队，而 Ruler 则很快适应了团队。虽然在2023赛季的 LPL 职业联赛中 ，JDG 也曾翻过车，但是在非常关键的比赛中 ，JDG 向我们展现了无与伦比的统治力。而与 JDG 相比 ，GEN 虽然同样是在这个赛季完成了3连冠 ，GEN 战队作为1号种子，无疑是今年 LCK 的领头羊。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赛区内的佼佼者，拥有着强大的实力和稳定的发挥，但显然没有像 JDG 一样夸张。比如在2023 MSI 中 ，GEN 就惨遭 BLG 横扫；而在2023 LCK 职业联赛中 ，GEN 输掉的比赛要比 JDG 多一些。当然了，在 LCK 的决赛中 ，GEN 还是打出了自己的统治力，特别是 LCK 夏季赛总决赛中。GEN 更是再次完成了对 T1 的横扫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最近2个赛季 GEN 并没有能够跟 JDG 在世界赛中碰面。不知道这次2支队伍能否狭路相逢了。曾几何时 ，SKT 这个名字一度是成为了 S 赛中 LPL 种子队伍的杀手，而曾经 Faker 职业生涯在面对 LPL 队伍时的胜率可以用极高来形容。不过，伴随着最近几年 T1 阵容的变化以及 Faker 年龄的增长 ，LPL 杀手这个称号似乎渐行渐远。虽然他们在去年的比赛中表现不俗，但在今年的春季赛中，他们的表现却不如人意。不过 ，T1 战队一直以来都是一支充满潜力的战队，他们曾经在比赛中创造过不少惊喜，因此，我们不能低估 T1 战队的实力和潜力。他们很可能会在今年的比赛中发挥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表现。而 LPL 的2号种子 BLG 这个赛季以飞快的速度成长，一度成为了 LPL 的小王，并且更让人惊讶的是，在2023 MSI 中 ，BLG 不仅横扫了 GEN， 更是轻松拿下了 T1。也正因为 BLG 在2023 MSI 的表现，现在的 BLG 似乎是可以用 LCK 杀手来形容。而更让人高兴的是，BLG 还是4支种子队伍中唯一的全华班。不过让人担忧的是 ，BLG 在2023 LPL 夏季赛季后赛中的表现颇为低迷。不知道在经历了比较漫长的休赛期后 ，BLG 能否在2023全球总决赛中再次打出 LCK 杀手的风采。LPL 与 LCK 的3号种子相似点并不多 ，KT 与 LNG 一样，其实在2023赛季初并不被人看好。但是2支队伍都是在常规赛阶段打出了相当出色的表现，特别是 KT 在夏季赛阶段，更是5名首发选手全部入选了常规赛一阵。除此之外 ，LNG 与 KT 一样，都是拥有着表现非常稳定的双 C 选手，只不过从战术重心来看 ，KT 更加注重的是上中，而 LNG 重视的则是双 C。不知道这2支队伍相遇又会出现怎样的精彩对决呢？而 WBG 与 DK 2支队伍的相似点就比较有趣了，而他们的交集点就在梁大人教练身上。梁大人是 DK 的冠军教头，同时还执教过 T1。而在2021年7月份，梁大人从 T1 再次回到了 DK， 并以分析师的身份指导 DK。不过可惜的是，2022赛季的 DK 并没有能够取得突破，而梁大人因此在2022年年底成为自由人。2023赛季的5月份，梁大人加盟了 WBG， 同时也为 WBG 带来了比较明显的变化。一个是曾抛弃了梁大人的4号种子，一个是买下梁大人的4号种子。也因为梁大人的存在，这2支队伍的交手也存在着一定的故事性。另外，一来 LCK 的4号种子是有夺冠历史的 Deft 连续2年拿4号种子，二来 DK 队内有3大冠军选手，冠军的含金量是足够高的。而且 DK 的这几个人可以说都是 LPL 赛区的苦主， LPL 赛区队伍在过去几年面对这几个选手的战绩其实并不算出色。值得一提的是
DK 战队的 Showmaker 和 Canyon 选手已经是连续5年晋级世界赛了，创造了全新的历史。从 S9 到 S13拿下了1冠1亚的好成绩。老将 Deft 在去年转会期的动荡之后，也没有错失宝贵机会，以出色的表现帮助自己，也帮助队伍再次晋级世界赛了。所以 DK 与 WBG 的比赛，不论从故事性还是实力对比上，都很值得期待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你们觉得以上这4个对决 LPL 能够赢下几场呢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，我会去挨个查看。感谢老爷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